大家好，我是于姐。相信有很多的家庭像我们家一样，元宵节吃剩下来的还有很多的汤圆粉。今天就利用这个汤圆粉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空心大麻团的家庭做法，不需要复杂的添加剂，家里面有糯米粉和白糖就能做。做出来的麻团个个都是大大的空心，外酥里脆，放凉了也不会塌陷哦。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。刚好我今天又炒了豆沙，我们今天就做豆沙馅的。关于炒豆沙的流程呢，我以前发布的也有，想看详情点我的头像去搜索豆沙就可以看到。豆沙炒好以后，给它放在一边冷凉备用。下面我们来称300克的汤圆粉。提起了汤圆粉，有很多的粉丝私信问我，汤圆粉和糯米粉到底有什么区别？今天就借用这个机会来给大家解答。其实糯米粉和汤圆粉都是用糯米粉碎的，但是它们的区别很大。区别的就是糯米粉是直接用糯米粉碎的，汤圆粉呢而是用水泡过以后加水再给它磨成粉，也称为水磨粉。水磨粉做出来的美食软糯拉丝，一般做膨胀很大的就选用汤圆粉，要是做外酥里嫩的就选用糯米粉。所以它们加工不一样，用处呢也不一样。从饮水机里面接出来的开水，里面加20克白糖，把白糖搅融化以后，就用这个开水来和面，水温大约就是80度左右，总水量呢就是235克。因为这个面粉的干湿度不一样，这个水啊可以随时的增减，给它和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就可以了。大家可能要问了，为什么是开水也不是凉水呢？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。用开水和的面特别的粘手，后期不好操作。面团要是和硬一点呢，接口点不好融合，在炸制的时候里面容易进油。要是用凉水和面呢，不好撮合，而且在炸制的时候呢，它容易开容易爆。面团和好以后，给它放在温水上，后期好操作。接下来我们把豆沙给它搓一搓。做家庭版的麻圆，面不需要醒，面和好以后立马就可以包。我没有包的原因是之前豆沙太烫，所以呢等它凉一会儿。现在我们先把面团给它搓长，然后再给它分成大小均匀的等份。小鸡子切好以后，拿一个小鸡子放在手里面，用2个掌心对掌心，先给它拍成薄片，然后拿一个豆沙放在中间，用虎口收拢花，慢慢的收口，口呢一定要给它收严实，然后再次给它搓圆就可以了。搓完以后，我们准备半碗的清水，还有少量的芝麻，把生胚放在清水里面给它撕一下，再放到芝麻里面给它滚一圈，把多余的芝麻给它抖掉。要想让芝麻粘得更牢，用手再次给它搓一搓，那样在炸制的时候不容易掉芝麻。按此方法把所有的圆子生胚全部都给它滚上芝麻。滚好以后，下面我们来开始炸制。锅烧至无水的时候倒宽油。提起了宽油，有很多的朋友私信问我，宽油是什么油？其实就是在锅里面多倒一点点的油的意思，就叫宽油。炸麻圆必须油没过麻圆，油大约烧至3成热的时候，轻轻的把麻圆下进去。下麻圆的时候油温不能过高，油温过高，麻圆下进去以后，瞬间表皮就会炸定型。因为表皮发硬没有弹性，导致里面的气体也出不来，会导致爆炸裂口。但是油温也不能太低，因为麻圆下进去以后要立马关火，给它静止预热5分钟。预热的目的就是让麻圆产生弹性，在炸制的时候不容易裂开。现在已经静止5分钟了，重新把火打开，全程用中小火炸制，小火慢炸。炸至麻团糊起的时候，用漏勺轻轻推动，让它受热均匀，然后用漏勺轻轻按压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里面没有多少气泡，所以手法要轻一点。麻圆糊起以后，要不停的用漏勺推动，让它受热均匀，不是按压就要推动，要持续5至8分钟，不然的话麻圆炸得歪歪扭扭的。就拿我这个麻圆就是一个例子，我炸着家里来客了，因为他不知道我在哪里住，我马上关火下去接一趟人，上来就炸成这个德行了。喜欢吃外酥里糯的，
炸成这个颜色、这个程度就可以出锅了。要是喜欢吃更酥脆一点的，先给它出锅，油温升到180度，复炸个1分钟就可以了。按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麻团儿，不开不爆，外酥里落，个个都是大大的空心儿，吃起来特别的香甜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